你知道吗？截至2022年啊，保时捷的中国车主一半是女性，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，家庭平均的年收入大概是300万人民币。但就是这些曾经爆买保时捷，将其捧上全球第5大市值车企宝座的中国的白富美们，最近呀不流行买保时捷了。最近保时捷的财报显示，前3季度在全球交付了将近25万辆车，同比增长了10%，全球市场的销量都在稳步增长。除了中国保时捷2023年前3季度市场交付量呢，仅仅是6万辆出点头，同比下滑了12%，也是保时捷全球唯一下滑的单一市场。尤其是在今年第3季度，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啊，仅仅是1.69万台，同比暴跌了40%。这就意味着保时捷正在失去它的主流客户——中国的白富美们的心。在过去8年当中啊，中国是保时捷最大的单一市场，其中呢，中国的白富美是功不可没。然而现在白富美们不想买保时捷了，保时捷在中国失宠，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。在过去几年啊，大家知道中国汽车市场是风云突变，新能源自主品牌车企是大爆发，高压快充、纯电续航、0-100加速、风阻系数、电吸门等等，消费者对智能化服务、性价比有了更多的要求。保时捷这个来自德国的豪华跑车品牌却没有能够及时应变。保时捷目前仅仅有 Taycan 一款纯电车型，独木难支。而2023年 Taycan 在国内的月销量一度下滑到仅仅有275辆。很多想买保时捷的人啊，去试驾了 Taycan， 觉得座椅硬、悬挂硬、后排小，这些勉强还能够接受，但落地价格将近100万啊，却没有电吸门，难免让人觉得很失望。中国新能源汽车呀，竞争非常的激烈，电动化、智能化程度成为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一个短板。电动车吸引力匮乏之外，保时捷今年正处于产品的一个青黄不接的阵痛期。保时捷曾经最受中国市场欢迎的车型呢，就是凯宴，今年面临着新旧款的切换，拖累了在中国的销量。而保时捷在国内的另外2款报销车型帕纳梅拉和马看也都至少有6年没有更新换代过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时捷呢反而逆势而行，今年前3季度把一部分本该属于中国市场的车源调配给了全球的其他市场，这是保时捷在中国销量下滑的另外一个原因。因为很多保时捷中国准车主反映啊，今年等待交车的时间过长，有人甚至被延迟了3次交付。按照保时捷的规划，明年是保时捷的产品大年，改款的帕纳梅拉明年将会正式交付，新能源车型呢马看 EV 也将于明年年初亮相，这难免会让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。种种因素叠加，最终结果就是保时捷在中国祛魅，中国的消费者们纷纷用脚投票。更为严峻的是保时捷在中国国内的销量困境或许只是一个开始。毕竟保时捷的老对手们持续的转型，他们蚕食威胁着保时捷的中国市场份额，甚至 BBA 等中高端车品牌加速发布新能源车型，在中国投资建厂。前3季度，他们3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都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。同时呢，来自中国国内的新对手也是来势汹汹包括比亚迪、埃安、蔚来、极氪等国产100万级的豪车今年也都杀入了市场，向保时捷所在的客户领域开炮。曾经十分固化的豪车市场，现在正在被新能源的浪潮冲击着、改变着。保时捷希望在2030年力争实现80%的新车销量是纯电动，并且将投资超过200亿元呢用于电动化、数字化技术的研发。保时捷总部也多次强调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，面对蓄势待发的新老对手，留给保时捷转型和筹划的时间不会太多了。展望未来，保时捷在中国国内的销量保卫战即将打响。